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喜欢漫画的小丑迷，那看到这张图你就应该知道啊，你不得不买了。理解热爱，分享快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鲨鱼分享。今天要介绍的呢，也是老麦最近的一款新品啊，是这个封面娱乐系列的致命玩笑小丑。致命玩笑这个作品呢，还是相当特殊的一个存在啊。致命玩笑的封面呢，在美漫界可谓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了吧。作为一个如此经典的故事呢，老麦能选择这个题材来出这个封面娱乐系列，我不得不说还是蛮不错的。那具体的表现如何呢？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包装盒方面虽然保留了老麦的原色漫画底板啊，但这次可以看到外盒整体变成了一个白色，然后是一款金标的产品，底下呢用致命玩笑漫画本体的这个字体写着致命玩笑，侧面你也能看到有麦克法兰封面娱乐的这个英文字样，然后它的这个盒面呢用许多的这个漫画的封面拼贴出来的，背面是一个致命玩笑的大图，非常的懂啊，也没有什么多余的修饰啊边框，就是一个很大幅度的一个海报，很漂亮。目前觉得这个系列的包装还算比较有格调啊，一个是蓝白配色呢也比较好看，再一个是它这个字体用的都是漫画原版的，确实是不错啊。封面娱乐系列啊，重点呢就不是角色，你看它也没数角色的名是吧？整体呢就是这个封面作为一个人物卡，然后也是特别的漂亮，印刷非常的清晰啊。这在老麦的产品里我觉得还挺不容易的，然后背面呢这个卡配的设计也挺好看的，这么一个漫画小封面给微缩起来，背后再介绍一个故事，我觉得这个人物卡设计的不错啊，我喜欢。那么既然是封面娱乐系列啊，我认为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封面本身的呈现了。那这次非常良心，是给了这么一个大尺寸的背板啊，这个背板直接就是一个高清的致命玩笑海报。那我们直接也来介绍一下这个作品。致命玩笑对于小丑这一角色形象，甚至是整个行业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。如果要说从漫画小丑故事里找个绝对的 No.1 的话，致命玩笑肯定在这个列表当中啊。至于故事具体的精彩情节呢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购买一本实体书啊，这个有中文版，或者是去看咱们 B 站努力 Lori 的视频。咱们这里呢就只聊聊这本漫画的荣誉以及对后世的影响。那首先就是他用这种不可靠叙事的手法，为小丑这无疑是漫画史上最具冲击力的封面之一啊。滚石杂志呢也评选过，小丑眯着眼睛狞笑着，举着照相机对准画面外的观众，仿佛是我们也是他愚弄的对象。打破第四面墙的设计呢，当你阅读完整个故事，回头看这个画面的时候，也绝对会令你震撼啊。许多漫画都致敬过这个封面啊，其中最著名的应该就是威震天的这一张了。那么致命玩笑的画师呢是布莱恩·布兰德，他的画风线条啊是极其的清晰，并且这个细节严谨，画面呢也有很强的叙事张力。那么相信不需要其他任何的这个作证啊，致命玩笑本身就是他最大的履历。那么甚至有过业内最佳封面画师的这种称号。致命玩笑呢一共有过2个上色版本，我们今天大部分看到的呢是2008年的重新上色典藏版啊。然后还有呢是一本1988年的出版，我相信国内很多观众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漫画都是这个2008年重新上色的版本。那第2个版本呢由画师布莱恩本人上色，冷峻的配色以及黑白红的回忆情节与叙事相结合，形成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的图像小说阅读体验。出版风格就比较的意识流，这个上色推荐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去了解一下。那这也是咱们这期介绍这款产品的主要原因吧。这应该是目前廉价美系市场唯一的新配色致命玩笑小丑可动产品。之前 DC 本家早期出过1-2款产品啊，但都是以1988的这个版本配色去制作的，所以老麦这次的选材绝对是相当的给力啊。另外就是其实这次呢是老麦这个新分支嘛，封面娱乐。那么为了强调这一点呢，它就附属了现在我展示的这么一张封面的印刷品。对于喜欢原著的这个粉丝朋友呢，肯定是非常开心的。甚至夸张点说啊，这一套的主角呢是这个封面，对吧？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期我一直在展示这张封面啊。那可以看到这个附属的这个纸制品呢，它是比较硬的一个纸板，翻到侧面就可以看到相当的厚的一个纸制品了。比起我当时那个杰昆的开箱体验可是截然不同啊。情绪价值是这个拉满了，对吧？正面印刷的是海报，那背面呢是单纯给你印刷了一个标题啊，可以你自己把玩具呢作为一个补充摆上去，去还原出这个封面的造型啊。这次的地台呢从原片小地台改成了这个支撑纸板的地台啊，我们就相对来讲一下，可以看到表面其实就是一张贴纸啊，整体的结构呢还是比较简单。那地台可以分为2个部分，一个是后面的这个可以说书立吧，就你把它放在桌面上呢，可以用来支撑你的这个封面。前半部分啊有一个孔，这个孔其实是给别的产品用的，咱们这个产品呢就是单纯多余了。铜模的地台嘛，重要的呢是地台的字体啊，使用的是2016年这个
动画电影版的字体，所以当你取走背景板单独展示前半部分和地台的人偶的时候呢，这就给了你一种电影版海报的即视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脚下的部分是可以摁下去的，你需要把它自己再手动推回去。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做成直接接地的呢？你必须得摁着底下才能把人偶插上去，不然它会脱落，这真的很诡异，对吧？但是不得不说，这个地台配合刚才这个背景板这些个附属品啊，还是给了人很强的情绪价值。出于我的私心聊了这么久啊，现在可算是聊到这个玩具的本体了。相信只要是老麦的玩家啊，就不会陌生这个素体来自于三个小丑那款致命玩笑的重涂。不过那一款嘛，毕竟是以三个小丑为名义出的，这次呢算是找着正主了，还是老麦的这个小绝活啊，服装上呢非常丰富的这个皮质的纹理啊。虽然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这个皮质纹理的，因为从某些角度看上去真的就像真的皮料一样。不过你可以看到这次的素体上有好多的这个核膜线，对吧？在这个胶套上，不知道为啥。另外这个服装的纹理呢，确实和漫画的造型原著不太符合，毕竟呢漫画里它更偏向于是一个光滑皮面的这么一个风衣。不过怎么说呢，在小比例上增加一些细节我还是不建议的，毕竟这样看起来呢观感上也会更丰富一点。不过还是有这个模具的老问题，那就是这个衣服的金属搭扣呢，就这么一个扣也懒得给你上色，对吧？差一口气儿。Joker 在漫画原页里其实是一个灰色的领结啊，不过在封面里呢它却一直都是这个绿色的领结，所以这个上色是没有问题的。头雕呢也是做出了封面中这种挤眉弄眼的这个拍照的表情啊，可以看到半脸的还原度我认为还是不错的。不过还是有老麦通常的问题，相较于原著这个非常夸张的脸长呢，这个就显得非常的保守，而且迫于这个尺寸呀，也直接省略了头上的几个发丝。不过可以看到这个数码喷印技术对头雕的加持还是很大的。以前老麦这个涂的牙齿呢没有这款这么清晰，你可以看到这个牙齿确实是颗颗分明啊，而且这种泛黄的感觉跟漫画里还是比较接近的。那么老麦扩写的这半张脸呢，感觉也是非常的不错，遮住你也能看出还是一个挺疯狂的感觉。不过我还是那句话，五官相对来说还是保守了一点，没有像原著把脸型拉得那么长，丧失了一点韵味。帽子也增加了一些阴影涂装啊，看起来呢质感就会稍微好一点。总的来说，这块头吧，要论还原度的话，确实是有所欠缺啊。不过致命玩笑这样的题材呢，制作起来也确实有难度。我目前觉得能10分打个7.5到8分这种程度吧，至少它是一颗还是看着不错的小丑头雕。那我建议你摆拍照的时候把头像这样上扬，看着更得意一点，也会把帽檐给露出来，更贴近封面的造型。该说不说，这个相机往眼睛上一上呢，就是那个味儿正啊。裤子方面呢，还是这个老模具的样。我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个裤子的模具看起来就像脚腕骨折了。不过好在松紧度啊有一定程度上的修复，照相机呢该有的分色都有啊，在这个尺寸下呈现的还不错。不过省略了这个照相机的小袋子。也可以看一下这次新开模的手型啊，跟之前原版的这个手型呢，在模具细节上是不同的，更接近原著的这个造型。配件首先是2个原模的手型，枪击芭芭拉的手枪啊，在原作漫画是个很重要的道具，而这个手枪呢，我觉得做的还是挺硬朗的，细节也不错的。但我希望还能附属一根带旗子的。然后是从3个小丑那儿继承来的照相机，不过跟这次手里的对比一下，你就能看到啊，之前老麦的这个配件比例是非常的夸张啊。那挂在脖子上呢，就跟个玩具相机一样。最后啊，老麦可能是不知道该塞啥了，又塞了这么一根撬棍。但是撬棍呢，是这个家庭之死里的道具，对吧？在这个致命玩笑里，小丑可从来没用过这个东西，而且这个材质还是一如既往的软啊，就当是一个彩蛋吧。配件总体来说呢，有点聊胜于无，我还是觉得初始造型最好看，头部的可动性四周都比较的灵活。那么这个造型胸腰你就不要想了，完全是动不了的，因为这个胶套子挺厚的。手臂平台的范围比较大，然后曲肘包括这个大臂平转啊，该有的都有，手腕也正常活动。腿部很明显也受到了大衣这个胶套的干涉啊，可动性呢前踢后踢都非常的小，还会回弹啊。膝盖的幅度呢倒是挺大的，不过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，毕竟这个小丑他也蹲不下来。脚腕呢接地啊前踏各种各样的关节也该有的都有，反正最终呢还是得站湿了。总的来说呢，这款玩具胜在它的选材啊确实是非常的经典，而且目前市面上呢也鲜少有针对于这个新配色所做的廉价美系可动，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故事记忆犹新的话，我真的是挺推荐买这一款的。首先是配色确实是很有那味儿啊，再加上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纸制品和地台，给人这个情绪价值还是挺强烈的。虽说可玩性这方面啊确实还有所欠缺，不过这个价钱嘛，光是能还原这个封面的造型，我个人觉得啊就已经非常不错了。OK， 喜欢我的内容呢，就请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你的支持
持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模型交流群，与我们一起聊玩具，了解更多玩具资讯。我是鲨鱼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